起得也太晚了吧，还教练呢，刚做好的，赶紧吃完我们走了。教练也不是铁打的呀，连着1个多礼拜了，你们这些人比着劲儿的加量。还有林峰，他还在恢复期呢，所以做不了太大的运动量，就在旁边呢研究理论技巧什么的。夏迪可好，天天忙着自己的那个项目，埋头在那边画图，什么都不管。他真的是一点忙都不帮我，一大摊子事儿我需要操心，你知道吗？不过，说到林峰和夏迪，我倒是很羡慕，也替他们开心。我之前确实对林峰做了不好的事情，现在跟他聊聊呢，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哦，说到林峰啊，他最近和郑千里嚷嚷着要去登文女峰的事儿，你能不能不答应他们？我不太想去。我本来呢就没想答应他们，我觉得他们太想当然了。他们还没问我，就他们现在这个训练水平，也不可能去啊。哎呀，那就好。啊，你也太能吃了吧！你又不喜欢我，还在我家吃我的喝我的，你再这样我给你加钱了。范小姐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作为你的教练呢，我必须要指出你的2个错误。什么错误？第一呢，三明治是刚才你让我吃的。第二，我可是从来没有说过我不喜欢你啊。走吧，走吧。跟你想象中的住宅一样吗？我太喜欢了，简直是我看过最好看的设计图。我就知道你可以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想的。你看，我就说他俩肯定在这儿吧。干嘛？孙总来了，他和陈教练还有范林学姐在训练场说想找夏教练聊一聊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林峰最近有什么异常吗？他现在好像还不知道自己的病情，所以情绪很稳定，也按时吃药了。但是，他还是想登山。您觉得可行吗？这不是胡闹吗？他现在虽然属于未发病的潜伏期，看上去没有什么大碍，我们用药物可以延缓他进入后2期的速度。但一旦开始剧烈运动，很有可能突然进入后2期，到时候恐怕就只能做换心手术了。换心手术风险非常大，就算他的运气好，排队找到了匹配的心脏，能够挺过手术台那关，后面呢，还会面临无穷无尽的难关呢。我今天来是跟夏迪道歉的，正好你们也都在，也做个见证，也能解释清楚我们之间的误会。就只是道歉吗？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呀？我承认，我这个人是有私心，但我不觉得私心是有什么错误的。你还没错，你闹出来多少事情？只是确实，我们几个都应该向夏迪道个歉。我呢也有错的，正好今天一起说了。夏迪，我因为自己的私心而一直怀疑你，这是我的错。今天呢，跟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一路。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，是我一直不说，才造成这样的结果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说是你的选择，但是我不应该怀疑你。我一直最在乎友情，结果我却选择了怀疑你。好了，把我当兄弟就别再说了，你我扯平了。都说完了，那该轮到我了。夏迪，对不起，我之前一直冤枉你，还在媒体上说了那么多话，但我也是错信了一些证据，你能原谅我吗？没关系，你也不是有意的。谢谢。
既然这样，那我要提个条件。没问题，只要我能做到。不要把登山社当做赚钱的工具，让它永远只是登山社，能做到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不要拿它当噱头，也不要拿它融资，更不要把它推到风口浪尖上。登山社本来就应该是个单纯的地方，不是吗？小林，时代不一样了，登山社应该有它自己的价值，不是吗？但你不能用登山社，用大家的感情来满足你的私心啊！对你们的感情，对登山社的感情都是真的，这跟我的私心根本就不矛盾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能够利用的真诚就不是真诚。你以前在登山社就一直喜欢争，目的性总是那么强。你觉得我哥希望看到你这样吗？我问你，谁做事没有目的？当时以路在雪山上为什么装病啊？不就因为喜欢你吗？你后来处处针对林峰是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因为喜欢夏迪？还有范阳为什么会在山上割断绳子？不就是因为不想连累？你拽范阳的时候，你怎么没用这么大力气啊？你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生活，你们都是假清高。黎明，这是训练场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请你离开。好，但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，只有我做的才是正确的。孙总，形势在变，我给你出一主意，要么你请夏迪回来，要么你放弃登山社。能够利用的真诚就不是真诚。你以前在登山社就一直喜欢争，目的性总是那么强。你觉得我哥希望看到你这样吗？这是训练场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请你离开。孙总，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等一下再说。我们的商业登山队刚一上山就出事了。林峰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等下，干嘛？哎呀，干嘛？看看。登山协会网站，看这干嘛？这几年的新规定是，登山者或组织攀登某山之前，必须向当地政府或下辖的登山协会报备，否则就会视为违法攀登。5年前的那场山难之后呢，文女峰就被列为了攀登禁区。可是最近老郑发现，文女峰被解禁了。对，有一个北